简单的说是进场期买，退场期卖，然后进场期买是3倍做多，退场期卖是3倍做空。当然我不建议任何人做空啊，他如果把做空那步剔除出去，整个效果会更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大约是18个月左右吧，应该是不是18个月还是20个月？20个月回测过去的数据，然后比特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3倍做多，所有的进场期买，退场期卖掉平仓，得出结论是59倍，59倍收益。这个就是最粗糙的策略了啊。那如果这2天潜力区爆发的蛮多的，然后我正好晚上有一点点时间，我看看能不能实盘操作1、2个，然后关键的位置可以给大家聊聊天。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上麦啊。今天我不想说太多话，以操作为主。你们有问题可以问我，都是自由麦，你们想问就直接上就行了。应该看到我这个标题能进来的，应该大部分都是社区的朋友，直接都知道潜力区啊、限定兜底区啊，然后怎么开杠杆啊，这些对冲呀，基本应该都了解，所以也就不用太浪费时间了，我也省去一些口舌，我不会说太多事情。你们具体在操作潜力区，尤其是今天我更新的潜力区，还有昨天所更新的潜力区的内容，如果你们现在操作中有疑问，就直接上麦就行了，这样就更快一点。大是已经从我们潜力区更新到现在已经翻了3倍，然后这个 RAVE 翻了44倍，然后现在稳定住，然后可能后面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们更新一下最新的兜底区，因为兜底区是在变的。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想问的话可以问我，我给你们一个最新的。然后熟悉升档理论的朋友，尤其是在内参学过的，那可以直接问我其他的一些位置都可以啊，尤其是最新的更新的点位啊，这些都没有问题。然后我就少说话，因为我今天也会实际的做几单，做单的时候没必要说太多，你们有问题就上就行了。想起去年 AIA 啊，还有其他的几个币种啊，可能在甚至10分钟之内就能翻倍哈，那种，呃，也蛮有意思的。今年还可以，今年还没有出现那么疯狂的涨幅啊。我们只是说这个山寨季刚刚开始啊，大的流动性还没来，所以大家先做好方法论和各方面预备就好了，不用太着急。三倍多一点，三点。有点有意思的是，大 M 今天进了潜力区。去年你们要是对他有印象的话，应该印象非常深刻啊。大 M 在潜力区一待就是待了接近1、2个月，嗯，天天有新高啊，日日有新行情。今年看吧，要是目前为止是一直没有破这个兜底区，兜底区也在涨，然后看了一下 PC 端的监控，看一下吧，大 M 能不能走出一个行情？大 M 要是真的能走出来，那就是，预示着整个山寨机的，类似于去年的那种状态，肯定是一个全面爆发了。大 M 进来是一个挺好的消息，因为它的这个庄，总体的流动性不好，它是不会出来的。包括呀，昨天前天社区有朋友问这个 Hold 也进场了，对吧？之前听我 Space 应该都知道，这个 Hold 是特别重要的关于比特币自己流动性和进场期质量的一个指标。它进入进场，对整个的大环境有非常好的影响。所以啊，这个 RAVE 真的是确实是开启了一个新的山寨机时代。可惜啊，RAVE 现在是不在兜底区之上，现在暂时不用看 RAVE 了。然后 A、B 都还行吧，没什么好操作的。看一看，要是有那种几分钟之内就直接暴涨的，我可以很好的给大家复盘一个现场操作怎么止盈。但是现在应该 REN
也是刚刚仙灵兜底区探出来，它的兜底区是1.1，对撞的力度还可以吧？这个动能还可以，一般。你们感兴趣想做可以看看。我在潜力区可能会不同的时间，我会加上时间戳，再跟上一个，因为现在跟之前不太一样，之前潜力区我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只要是在我更新的那个时间，因为我每天忙的时候，可能最多就看一眼 PC 端监控的情况，呃，就是基本上只要是在我开始更新的那个前后半小时吧，前后半小时之内启动的，真的出现了很大行情的币种，没有一个能逃脱监控的，没有，应该说就是没有，全部都在潜力区的范围内，所以，但是因为我这个时间有限，一天可能最多就看一眼，最多就好好监控一次，所以这个没办法。但现在因为这个行情起来了嘛，我可以一天之内多看几次。那如果更新的话，我会直接在潜力区里面标注时间戳，比如说今天我后来又加了一个 base 的，对吧？我加了一个时间戳然后后面如果再有这样的状态的话，有新的更新，比如说 SIREN，那有可能我会再添加一个新的时间，比如说现在12:41，刚才12:40然后是在1.12，这个我就不更在星球里了，你们听见了就听见就好了明天你们可以自己复盘一下看看。哎，不是最近国内 VPN 被封了很多吗？怎么我这个 Space 还这么多人？不应该这个点儿就几个人吗？你们都是被行情弄兴奋了吗？睡不着了，睡不着上来聊。看，瞧一瞧，嗯，不穷呀，层出不穷呀，可以更一个新的 NEIRO 时间戳12:43，0.000107，锡林兜底区0.000107，那么，你们可以按照之前对冲的方式直接去布置对冲，有意思，层出不穷呀。大家发现了吗？我最近更新的时间偏晚上，原因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于晚上的时间行情比较大。我如果白天的话，会让你们错失很多机会。以前我经常下午，哎，有人上麦是吗？猪猪，我看看啊，又掉下去了。你再上一次，猪猪，你再上麦都得申请2次，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推自己的 bug 吧。猪猪，你可以再申请一次，我再给你通过。刚才。我之前更新经常在国内时间下午4点或者3点，甚至2点。最近我都改成了晚上，因为只有美股开盘之后，潜力区才能拿来大的流量。这样的状态下，我就更偏向晚上给大家扫一遍，整个的西林区、西林都得去给大家看一遍。那这样对大家比较有帮助，但是对很多人的作息而言就比较麻烦。所以能够平衡各方面的需要的一个好的一点，可能就是在我把时间放晚一点，要么就是开盘前那段时间，要么就是开盘后一点时间，等这个流动性起来了，我能找到更多的适合大家操作的币种，那这个财富效应来的时候就要抓住啊，就是机会成本是很大的，你在这样的行情里面，你什么都没做，尤其是当你掌握了。哪怕不是升档理论，或者你自己掌握你自己的理论，你自己的体系能够让你做到，损失极小，然后盈利很大，那你为什么不做呢？你这样的行情浪费，简直翻去多少天了？天天都有翻倍币，这是很离谱的。翻倍币用我们定杠杆的策略的话，按照我们定杠杆的策略，那至少就是十几倍打底，一般都是20倍、50倍。你像RAVE 这种上百倍的比比皆是。
赚了上百倍的比比皆是。你想想，这个它整个现货都涨了40倍，我们期货，期货大家开的倍数都不低，你想想期货你应该赚多少倍？所以就是抓紧把你的方法论体系打磨成，一定要损失极小，然后盈利极大，让整个体系变成这样的状态，然后就不停的做就行了。如果没有形这样的行情呀，看一看，机会成本是非常。我看看我要不要做一个，我现在还是我看看 ORDI 我还有没有？OK，在拿着。上麦说话的直接就申请就行了，可能要申请2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掉了的话可以再申请。不想上麦了，不想说话了，可以在下面直接打字。我今晚看见一些新的机会，就跟你们聊聊。别的东西我也12点多，我不太想多说话，就。我把那个 SIREN 和 NEIRO 我更在我们的星球里了，更一下吧，因为动能还可以。我把新的谢灵点时间戳放上去。哎，一天能更新4到5个，真是奇观呢。奇观，哼，而且翻倍的还这么多，这都翻倍多少个了？我看看时间戳放在0.40，刚才是0.41分。放了时间戳，朋友可能会不会有疑问？就是之前我还有更新心灵探顶区，是吧？等一下，ORDI 的心灵斗地区是 ORDI 应该比较安全，看一下。哎，你问的还真挺到位的，现在正好就在斗地区，算是，那现在最新的斗地区是8.01啊，算是破了。如果说没有快速拉回来的话，ORDI 今晚可以暂时避住。ORDI 3分钟之内拉不回来，拉不到8.01之上，今天晚上不用再看它了。明白吗？3分钟之内必须要拉回来，拉不回来不用再看了，直接破了，不用再看了，看别的币种没什么。有朋友说内参的内容有新的更新后，它好像不会提示，对，它不会在那个星球里面提示，因为也不想。你们就自己没事刷刷吧，刷刷 Notion 里面，我会把那个时间戳放在那个斗地区前面，你们没事可以自己看一眼。哦，也对哦，你们觉得有必要我直接发在那个什么吗？直接发这个？哎，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天更新。ORDI 我刚说完3分钟之内要拉回来，你看它这是第3根分钟线就开始了，行吧，随它怎么变了。大的还不能多看，小的看一下 base，base，大盘是不是？OK，难怪 ORDI 出问题是因为大盘不稳。大家可以看到我每天都有一个专门的提醒，大盘不稳的时候不要操作。现在就是大盘出问题了，所以带动了这些小的币种都出现了一点问题。等等吧，等大盘稳定下来，比特币要是自己不给力的话，那就没办法。
它是对标体系的龙头呀，对标链的上游，最上游，整个币圈对标链的最上游，它出问题是任何币种都得遭殃，所以我每天都要提醒比特币大盘不稳，就少操作，等它稳定吧。我看看美股在往什么时候可以空？你应该不是星球的朋友吧？你应该知道这个 RAVE，我肯定不让大家空呀，不要空的，千万别头脑不清醒，千万不要空 RAVE ORDI 也不能空，都不能空，听我的，做多还做不过来呢，空什么空？千万别空。如果这个认知你没有建立起来，我今天必须要跟你们强调起来，千万。经常听我 Space 的，应该都能把我之前给大家讲的为什么不能空的理由，应该都有背过了吧？没背过的，我再给你们重复一遍。我这个也录音了，明天你们可以多听几遍，这很重要，知道吗？为什么不能空？尤其是我放在潜力区里面的币种，绝对不能空。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所谓的空，那是叫锁仓，那是我们用对冲的方式把它给锁起来了，为了增加我们继续往后面做多跟做空的自由度放在那儿，但不是用来你主腿用来的空的，主腿用来空会出大问题。为什么？我再重复一遍，你们听好了，原因在于。我在里面放在谢林兜底区里面的，尤其放在这个潜力区里面的这些币种我不管它是之前是什么样，只要我放在潜力区里面，已经给大家更出来了，都代表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如果这个特性不具备，我是不会把它抓下来，就是它的上升的，就是它的这个多头的向量非常的纯净，多头的向量非常的纯净。你们大家都是能听懂我平时 Space 的内容的，数学应该基本上都有一个概念，你们应该知道向量，向量是带有方向性的。你你一个带有方向性的数值，它有的时候它的这个力量是有多种力量同时在推，同时也有多种力量在互相博弈。这种打架的时候，神仙打架的时候，这种币种和这种状态，我是一概不会放在我的潜力区里面的。尤其从场外维度，我会非常看重这个点这个会放在我这个整个 meta 分析里面权重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为什么以这个为主旨？是因为，我在潜力区里面的内容是可以直接按照这个升档理论去套的。而升档理论有个很重要的状态，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这个操盘手他必须得懂行。操盘手如果不懂，乱拉一气，没有按照最有效率的点去拉盘，那么他就一定不会符合升档理论。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按照升档理论提前预测它会在哪个地方，会拉盘。那么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如果说它的向量不纯净有多股力量在打架，那么一定意味着在最速力线这个位置上，它没有办法去在相应的位置上去有动作一定会有多个力量在这个地方跟它打架，就把它给打没了，就把它给打没了。所以放在潜力区里面的币种只能做多，只能做多。那么为什么不做空呢？那后面难道上了顶之后，难道它不会空吗？会空它会掉下来。但是会掉下来，为什么不让你做？原因是在于，它掉下来最肥美的那一段就是往往是它在顶端下面，往往是狗头铡就是一刀铡下来，直接铡到底。这样的状态下，往往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力量在抢这个底。你如果要跟着他去抢这个底，你是抢不过他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会把这个底抢上来，不知道，明白吗？但是如果说这个上涨行情，尤其是放在潜力区里面的内容，放在潜力区里面的这些所有的币种，我们所有的币种全部可以按照升档理论非常精确的知道它要在什么位置要救，非常精确，可以分毫不差。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相应的位置直接把我们的止损，把我们的相应的加仓全部设好。这个是对这种力量的纯净有极高的要求。力量的纯净有极高的要求，也就是对向量的纯净度有极高的要求。但凡有2到3个庄在打架，我都不会把它放在潜力区里面，因为那样的话相应来说就意味着我们很难去判断它的操作，因为它哪怕在这个位置它想要拉盘，但有别的位置，别的庄在跟它打架互相之间有资金在这个地方反复博弈，那它就会不准确，就很难按照升档理论去做，升档理论去做，所以这个呃。大家就记住我放在潜力区里面的这些，你们可以看到我放在潜力区里面的这几天已经翻倍多少个币种了？你看这些币种的走势，几乎千篇一律，几乎千篇一律。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的，
我给大家所找出来的，或者是我给大家提前预测的，而不是像大家这几天已经，你可以看到，就是前面 RVE 已经涨完了，很多人开始冒出来了，啊，在这说什么，什么什么资金费率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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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各样的数据分析一通。那么之前他在干嘛？那暴涨前他怎么不分析呢？然后甚至搞出来一堆什么操作的什么实盘，最后一堆人在下面说这是 P 的啊，确实是 P 的，因为这些东西已经涨上去了之后，你操作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但是你可以看到，大家在我的潜力区的朋友们都知道，我这个都是在暴涨前夕我给大家发出来的，然后中间怎么复盘呢？我在我的推里面也有发啊，我只把复盘发出来，当天更新的我没有发在我这个推里面。时间戳是非常明确的，后面我补充的所有的币种，我都一定会把时间戳放在那里，就意味着你们任何人都可以从这个时间戳之后往后推，去看到当时的整个的这个行情的状态到底是怎样的。它这个是做不了假的，而且论这个预测的广度、深度和准确度，我觉得这已经是我在星球已经做多少年了，接近10年了。这10年来，几乎天天都在预测庞大的数据量。我天天都在预测庞大数据量，这个已经反复印证过多少轮了，所以这个也没有必要去说什么，但是我只是想说，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信息源的怎么说呢？信息源的权重，信息源的信噪比，把它一定要提高。如果你发现很多人天天搞这种马后炮，甚至是从结论倒推原因，然后再拿着这个倒推的驴唇不对马嘴的原因乱分析一通，你这种东西看多了，一定会对你产生潜移默化的破坏性的影响。我现在都记得，我就是在刚进币圈的时候，当时其实我那个时候还不对，那是十几年前了，13年左右。13年左右，当时有一个很古早的一个类似于 LTC 这样对标比特币的一个币种，呃，我忘记了那个币种是一个小币种，就是因为我听到了有一个人啊，就是信誓旦旦的，那个时候我还上学，我的这个甄别能力还不是那么强啊，然后那个时候确实也比较幼稚，事实上币圈那个时候，你像绝大多数人的能力还不如我呢，比我差得远，但是他们就靠一张嘴敢说敢忽悠，就真的把我给绕进去了。他就信誓旦旦地跟我讲说什么有一个之前呢，你记得吗？我给大家讲过这个 LTC 与比特币之间的基因比的这种心理锚点的问题。那个人当年就提出一个基因比的问题，也是拿了一个什么什么比特币黄金还是什么的类似这种币种，说一个一定会跟比特币有一个基因比的挂钩啊。如果说最后落后了，落后到1:5，那最后一定会追到1:2。他天天重复这种事情，这种狗屁理论。结果真的让我当年听进去了，听进去之后，当时拿了一笔，当时对我来说算是重仓的一笔钱啊，直接砸进去，还血本无归，这个印象太深刻了。然后这个人最后你会发现，哎，这个人还一直在。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人还在，今天这个人还在活跃，就是这种币圈的骗子，这种完全说话不着边际，而且一直会有人捧他臭脚的这种人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办法，你删是删不过来的，你搞是搞不过来的，你只能说每个人要随时随地的，通过事实来验证你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判断。如果感觉这个人说话完全是不着边际，而且对他自己说的话验证了错误之后还信誓旦旦一直在坚持，那我觉得你们就赶紧调整一下你们的整个的比例感，把这些比例降到最低，降到最低，否则的话，嗯，就比如当年这种基因比的这种问题，我当年其实真的是，我记得我复盘当时这种思维，我其实是不相信的。但是它重复了可能得有1-2个月，就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你控制不了的。我最后就鬼使神差的在某一天，我就真的就全部重仓把这个币给搞上去了，最后就是真的就全没了。呃，这个就是13年的事情了啊，这已经是10多年前，好几年的事儿了。但是后面随着我跟厦门的我一帮小伙伴，我们一起来把这个整个的交易系统和整个的Meta 分析法和整个的包括心理点体系啊，包括场外体系全部完善之后，我后面给自己的要求就是，我给大家的分析，我所有的分析都一定会带有时间的印记，都一定可以复盘，都一定可以复盘，都一定带有时间戳啊，所以就是这完全都经得起检验啊，所有的你们在星球里面拿到数据的人，你们都可以去回测。都可以回测。大家知道，就以比特币为例，就不说别的，就以最简单的比特币为例，
呃，比特币大家都知道，那个按照我的这个场外指数的质量来说，我们有多种更优质的退场的策略，包括最佳性价比止盈点退场，包括那个最安全点止盈包括是最风险点止盈这些都有更优化的策略。但是大家知道，就即便按照最粗糙的场外体系的策略，就是进场期买，退场期卖，就按照这个最粗糙的策略来做。正好去年好像是师姐吧，师姐给我发了一个她的回测，用 AI 把整个数据抓了一遍。呃，简单的说是进场期买，退场期卖，然后进场期买是3倍做多，退场期卖是3倍做空。当然我不建议任何人做空啊，他如果把做空那步剔除出去，整个效果会更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大约是18个月左右吧，应该是不是18个月还是20个月？20个月回测过去的数据，然后比特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3倍做多，所有的进场期买，退场期卖掉平仓，得出结论是59倍，59倍收益。这个就是最粗糙的策略了啊。那如果说你按照这个最佳性价比止盈点止盈，或者是按照最安全止盈点止盈，那肯定还会有更好的优化。那这个就是简单的说，就以比特币为例，我们去回测所以这个是所有的数据和所有的内容，尤其潜力区每天涨了多少倍，每天什么时候发的，什么时候兜底区是多少，然后最后你能涨了多少，这个就是每天都有案可查。你们天天这样去回测，你才能明白一个人说的话到底是否可靠到底他说的话靠谱与否他是不是满嘴放炮或者是在之后搞出来马后炮，分析出一堆完全不对称的东西，甚至还拿来再套别的币种上。那我觉得这种你要得出来的结论呢，该怎么用呢？完全没法可迁移，也没有办法可复制。我甚至还有看到今天还有做空 ORDI 的，就是完全脑子。你们自己今天去搜你们现在去搜 Twitter，你搜这个 ORDI 空格做空，你可以看到今天有多少博主在做这样的事儿，你都可以把这些博主你自己想办法吧，该怎么去对待他们。我真的是无语，就是今天还能去做空 ORDI 的，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在交易上可以说完全没有入门，完全。原因我刚才讲了那至于他们哪怕没有这个基本的谢林兜底区的这个概念，没有这个体系，我觉得就你最平常的这种交易策略而言，你也不应该去做空 RDI 这是完全丧失常识的一种表现那你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不管你拿了多大结果，早晚会亏光，早晚会亏光，这是一定的。你的体系说明有非常大的漏洞，这个漏洞都不用去随便的去找或者怎么样，可以说就是都不能说有漏洞，应该说就根本就不成体系拿了别人是拿一张网在捕鱼，你是拿一个棍儿在那捕鱼那这个完全不是一回事差太远了。所以这种，大家每当出现这种试金石式的行情，大家都可以去马上去看看你平时关注的这些信息源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你不要想着去兼听则明，绝对不是这种东西兼听绝对不是则明，因为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兼听则明这个成语出现的时候是信息高度匮乏的时代。现在如果你听了太多比例感失调的内容，你会极大的污染你的信息源，污染你的比例感，你最后一定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很多的行为。所以千万要记得要勤拉黑，然后勤去取关，勤拉黑，这个才是让你的整个的信息源的比例感新陈代谢的一个不二法门包括未来你有一天如果看到我说话不着边际或者我的内容出现了与我验证的结果完全不一致，但我还信誓旦旦的去坚持什么，那这种情况下你应该坚决的取关我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而是去及时的再把你的信息源去更新到更有比例感、更有权重，然后他们的分析的标的、分析的准确性比我更好的人这个才能让你的整个的信息的比例感有持续的新陈代谢的提升。所以就每当出现这种试金石的行情，大家都应该对自己的整个信息源进行一次大更新进行一次大扫除，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自己就是血的教训当年13年那笔本金，如果后来我是正确操作的话，当然现在也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如果正常操作的话，现在的那笔钱到现在是不可想象的，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后来只要是你整个的体系建构起来，磨刀不误砍柴工，早晚还会再起来。但是早期的一点点因子，波动因子，就像蝴蝶效应一样，早期的一点点因子，如果有合适的结构去做的话，它会滚成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数据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尤其如果你还进币圈早期的话，那更要去注意你整个结构的稳定性如果你发现每次你的损失都很大甚至你还在
浮亏占比非常的大啊，或者是你整个的状态经常还爆仓，那这个肯定是有了大问题，你必须要调整啊。不懂的至少先把我那个推特里面长文啊，前面的几个长文长篇先看完啊，关于对冲怎么做啊，怎么增加后续两条腿之间各自的活动性啊，然后同时啊怎么去把整个的仓位锁住，然后去做更多后面的事情。如果你之前还经常爆仓的话，至少你应该把这些看完啊。至于后面其他的内容的话，可以后面再说。所以那个包子，你说币安人生，你是要做空币安人生吗？还是你要做多币安人生呀？你是想问币安人生的潜力区吗？那个谢林兜底区吗？我发现这几天一直就没有进入我的这个谢林兜底区的这个区间范围内，原因是为什么？你看它也有涨幅，但是我没有跟，大家知道我一直就没有跟，没有跟在我们的潜力区里面，嗯，而且它涨幅也不错，按理说就是在我的休谈范围内它应该出现，但是它没有，我没有给大家跟出来，原因就是在于它的向量非常不纯净，向量不纯净，大家知道吗？向量不纯净我就不会跟啊，因为这个按照升档理论，我们的升档理论是可以提前预测庄在哪个位置会救的啊，可以提前预测庄的行为啊，它后面什么时候会在最高位止盈啊，在什么时候在最低位可以走，我们是可以提前预测的，但前提是它的向量必须纯净，也就是说尽量少的行动主体，但是币安的行动主体相当多啊，相当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很多的庄会在相当的一个位置不停的打架，这个就会没有办法，就变得对大家来说难以预测，体现在盘上的话就会出现插针的现象会比较多啊，然后整个的质量，也就是所谓的进场期质量会变差，比特币的进场期，大家知道我经常给大家发这个比特币的进场期的质量，按照这个关键节点，如果说场外指数上升，才会认为它整个的进场期的质量是好的。那同理，在这个潜力区范围内，我没有给大家更新这个因为没有日更的必要，没有给大家更新它的这个场外指数在关键节点的变化。但是，我会直接直观的看到它整个的质量好坏啊。币安人生的质量不高，所以我没有给大家更新啊。它涨就涨，那就不在我需要给大家看的范围内，我只把优质的给大家发。所以币安人生呢，我是建议你就避开它啊，你真的想做的话。我觉得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币安人生，那就是定投。但是在现在这样的行情里面，你去定投，你会错失多少机会成本呀？对吧？今天我还转了一个推，那个哥们儿叫什么？我看一下那个推叫什么？我今天转的那个推，那个比特币不是那个哥们儿叫什么来着？叫以太坊老张，他出现在我的时间线里面，我看了一眼，他说日了，大家看一下啊，他说日了狗了，前几天清仓的 ORDI 我拿了2年了，然后他说他刚清仓就起飞了，他说狗庄在等他呢，然后这个哥们儿应该是在这个 ORDI 应该是定投了一段时间，然后整整2年的时间，结果一清仓就起飞，然后结果清仓之后，正好我在潜力区就直接发给大家了啊，所以我们潜力区还是开着高倍杠杆，按照我的这个方法论去做的，所以真的我后面就评了一句，我说潜力区一天等于外面2年，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看这个以太坊老张，他今天还老张他最新发的一条推，哎呀，我这样讲是不是不太好呀？我就逗个乐子吧啊！如果这个哥们儿后面听到我的这个推，我们俩可以一起聊聊天，探讨一下。他说这个我拿了这么久，没人比我更了解 ORDI，它目前的涨幅只是一个野庄，从时间上让人误以为它是 RVE 一样的存在，会拉到怀疑人生。真实情况是，只要你敢接盘，就砸的你怀疑人生。然后后面写了已空，加一个截图，他在空，这不完蛋了？他20倍杠杆在做空 RDI，4个小时之前，这个就这样吧，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不要空啊，不要空，我再强调一遍，不要空，为什么？原因是在于做空的区间里面，它的向量非常的极致不纯净，因为会有非常多的人还没上车，都在等着要抄底呢，
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抄底，这个时候打架的力量就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而恰恰打架这个力量的这个区间，恰恰是做空最肥美的区间，最肥美的区间。这部分如果你没有空到，相当于后面的盈亏比也不高了，你做空它还有什么意思呢？最肥美的区间是一个你没有办法预测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状态下，后面甚至还能再拉成新高。那么这样的状态下，你去做空它得不偿失啊？你为什么不去做多呢？做多里面什么时候做空里面它的力量会纯净？会有，等到这些所有的散装都跑没了，它的力量就会纯净。这个时候会走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如果看到我星球里面会看到有那个标的 SEI 或者 SUI 这两个SEI、SUI，这是去年算是很优质的标的了。大家应该去年做这个山寨币的应该都知道这两个币，肯定知道啊。SEI、SUI，你可以看到这个它已经退场期多少天了？退场期100来天了吧？退场期甚至200天了吧？退场期200天了，你看它最后这100天的走势，大家看到了吗？那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活力的缓慢的死亡。每天跌一点点，每天跌一点点，每天跌一点点，然后忽然再涨一小波，然后再跌一点点，再跌一点，这就是力量完全纯净了，就剩主力自己在那儿不停的抛售了。但是那又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最后这100天的跌幅也还很有限，都远远比不上前，就是所谓我们潜力区刚开始跌幅的那个最大的80%那个跌幅的1/4、1/5都不到啊！就是你可能做空100天都不如这半个小时里面做空的多，那它比上我们做多的机会成本，那就远远不如了，远远不如了。所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精力用在做空上，做空是一个非常在币圈我个人非常不建议，能不要做空就不要做空，除非你是用做空来去对冲，可以啊，那是你有后面的这个操作可以，你知道后面怎么去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绝对不要，绝对不要。你做空没有说潜力区是什么意思呀？其他人如果不想上麦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什么叫潜力区？你想问啥？你可以就是打圈，我不然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再看一看刚才的币种吧。看看比特币是不是还在跌？有在跌吗？稍微有一点点。几天那个你就说 RAVE 吧，放在潜力区这么多天，有多少人这几天在做空 RAVE 的？你看这些人死了多少人？你现在在推特里面搜 RAVE 空格做空，你看看这些人这几天哪个不是在骂娘？就是，甚至还有我看到还有昨天还有一个人发的那个推说什么，因为 RAVE 拉盘他报警了，当然可能是玩笑啊，因为拉盘报警啊，下跌你也报警，拉盘你也报警，嗯，然后各种骂狗庄啊，只涨不跌，只涨不跌也成了狗庄了，现在山寨币已经这么难了吗？拉盘都成狗庄了。难道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日常做投资的、做交易的人，难道不就应该顺着这种大势而为吗？你的能力如果抓不到这种势头，你还做什么交易呢？人家真的开始拉了，你去做空，你在干嘛呢？你这不能理解，真的不能理解。这个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要去做这种事情。上涨了之后，通过什么方式判断一波行情的结束？我想听听你的方法论。这个是得通过升档理论来做。升档理论我没有办法一两句话给大家讲完。我之前在那个我的，是不是在星球里面讲过，还是在哪里？还是在我的推里面讲过？我忘记了。升档理论我之前就是至少我得通过内参15天给大家1对1的聊完，可能他才能真的明白。就是这样，后续还会有一些实盘很多的问题啊。但是等这些细节结束完，这个体系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就没有问题了。我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两句话给你讲出来，所以就是在大家自己来用的话，我觉得就不需要这么重的情况下，你们自己就直接去找一下这个我推里面前面的长篇里面的对冲的方法论吧，按照那个简单一点，就是你可能也能吃一个比较好的利润，但肯定你吃不到顶啊，肯定吃不到足够好的这个利润，这是肯定，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测它的行为，没有办法预测它的行为，只能说或者你有自己的信号，或者有什么，只能说已经发生既定事实了，然后你的信号报警了。
啊，或者是你通过你的方法论来拿到一些利润啊，但是你不可能预测庄的行为。这个就得需要时间啊，至少需要15天，每天半个小时。这个我觉得没必要这么重啊，大家自己就可以看看前面的那个关于对冲的方法论就足够了。然后这波短行情走势能大致预测下吗？这波短期反弹不是牛市。这波短行情走势，你是说比特币吗？还是说山寨币？这波短期 RAVE 那天我就说山寨机已经开始了，这不天天都是翻倍币，这还不算山寨制吗？这不算山寨机，什么算山寨机啊？而且 hold 也进场了，大家看到我之前多次强调过，这个比特币的质量 hold 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点。上一轮比特币进场期，大家可以看到 hold 全程都在退场，也就是说 hold 不跟呀，Robinhood 不跟呀，Robinhood 这一波跟了，就说明很有意思啊，有一些资金对比特币是非常看好的，就这么简单，不然 hold 是不。你难道认为的那个牛市就是4年的那种大牛市吗？4年的这个周期，其实上一轮哪怕很多人说的什么22年、21年，我都认为并不算，并不算。已经以后就是比特币的牛市就完全跟着进场期来，就是进场期，尤其是优质进场期，那就是牛市啊，没有所谓的等4年那么一说啊，没有了，那个东西不存在了，不要再等了啊。如果你的思想体系还在意味着什么，等着4年后那一波，然后同时在前3年不停的定投，那你的体系真的要去换一换了。你定投的结果还不如我们潜力区1天的效果好。我们是高，尤其是升档理论里面是高倍数非常安全的，直接吃到大额的利润啊。这个你看看一个币种翻倍，再加上杠杆，至少是几十倍的收益。比特币4年一轮周期才几倍，上一轮比特币就是按照22年那一波行情，21年的那个顶，比上一次的低点可能也才6倍吧，3倍还是6倍？6倍应该是，也才6倍而已啊，这还是用了4年的时间才走完6倍。这对潜力区而言，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自己都明白啊，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去按照4年的周期再去套了，而且那个对大家也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意义。之前我更多的还是觉得大资金可以那样去操作，或者是，但现在就我现在而言，我觉得在个别的流动性非常好的币种里面，哪怕大资金也能承载，那这样的话就完全没有任何优势了，就为什么还用比特币呢？啊，除非你是伊朗这样的体量。你要给船收过路费啊，那你可能再加上 SWIFT 的系统把你给屏蔽了，那你可以用一下比特币。别的的话就，尤其在投资领域的话，它的整个的机会成本未来的涨幅就是已经并没有那么吸引力了。但是我还是会把它放在最重要的研究的标的里面，放在第一位。原因是因为它处于对标链的龙头啊，它是所有的币种在跟着它走，所以必须要把它分析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啊，这个是关键点。但是我在比特币上的投资已经基本上，换成了美股和我是用一些相应的很安全的策略在做美股，也是用升档理论在做美股，但是是配合期权做的，不像在这个山寨市里面是用这个期货做，用期权做啊，期权有很多非常，大家之前2年前很多人可能就是2年前那个听我每个周日给大家。介绍期权策略认识我的啊，那个时候我当时我推着大号被被那个屏蔽了，然后我这个小号刚注册，哎，我那个大号说来都是泪啊，就是从2011年注册的，用了10多年了，结果一下就没了。然后这个小号就是从开始给大家讲这个怎么做期权开始的，然后讲了一些基础的方法论，没有讲太多啊，就是先从裸高开始讲，然后从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基础性的组合开始，但是其实期权有非常多的组合可以让你，几乎没有任何的损失，但是平白的就可以收获无限的利润，有非常非常多的策略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就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准备，需要很多的这个知识的储备啊，那个，如果你，之前。如果你之前你是那个金融工程系的啊，或者是专门学过金融衍生品工具的话，我想说的是，
这种反而更麻烦，你会光解读就得解半天。如果你之前完全没有了解过期权，但是你正好感兴趣的话，那我会非常推荐你直接搜我的这个推特里面的最前面的文章。把那个推特里面最前面部分，就是我这个号可能是2年前刚注册的那一年，那个阶段所发的所有的关于期权的，不管是它的公式啊，还是里面的整个的录音呀、还是关于它的方法论体系啊，从那个地方开始听，会对你没有开始做，然后直接上来就实战，会起到非常大的推进作用，会不用解读，你会很容易上手。但如果你是从金融工程系啊，直接从那一套科班的这里面学的话，我觉得你要上手难了。为什么？因为你的脑子所用的那一套什么外汇市场的套保呀，什么什么，这一类的策略是非常不适合币圈的，非常不适合币圈，而且不仅机会，不仅会浪费非常多的机会成本，而且还会在币圈这种滑点经常出问题的情况下，可能会出大问题，会让你出大错。所以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想去从头建立你们的期权基础的话，去把我的腿里面的最前面的文章关于期权的部分，你们扒出来看一看，然后会对你们有很多好处。因为我上次的 Space 里面有讲啊，今年有个非常大的红利，就是美股大量的上了美股币，这个会对我教给大家专门讲的给大家教的那部分的那个朋友们而言，就是尤其是通过期货跟期权之间互相对冲的这么而言，会是巨大巨大的红利。掌握这个红利的人跟没有掌握这个红利的人，会完全走出完全不一样的投资人生啊，差距会非常大。原因就是，当你有合约这么强大，你们知道在盈透啊或者在嘉信啊这样的美股券商里面，它的这个合约是非常简陋的，非常粗糙的。可能最多就是2倍啊，或最多就是3倍啊，你是用没有办法，而且它的这个相应的条件委托呀、止盈止损呀，各种各样的工具比币圈要简陋非常多，你没有办法用它来去对冲期权里面的很多的操作，很难去对冲，但是在币圈可以，所以像 MAG 期，你们可以看见 MAG 期，包括 SNDK，还有美光，我为什么把这两个更新了？因为这两个也正好更新在了美股币里面。美股币里面也就意味着它有了币安里面的合约，或者是 OK 里面的合约。这些合约的工具，你们日常天天做潜力区，你们是非常熟悉的，你们很懂得怎么操作它们。用期货里面的杠杆来去对冲期权里面的风险敞口，就可以做到我几乎可以没有任何损失，光吃收益。就这种 bug，就是只能在我们币圈又懂币圈又懂美股的人手里面才有。天天做美股的人是不懂这个 bug 的，他操作不了，或者是他有这个操作，他也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啊，这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红利，非常重大的红利。呃，扯得有点远。然后这一波短行情走势反弹不是牛市，在我眼里这就是牛市。比特币只要进场期就是牛市，只不过牛市分好坏。优质进场期就是优质的牛市不存在4年周期，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结论。嗯，我们再看一下现在的行情，稍微有点比特币有点企稳，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小币种，看一看，我们看一看我的潜力区的 ORDI，看一看 ORDI，看一看。ORDI 刚才果然是3分钟之内拉上去了，是不是？我看看那个是不是哎，正好3分钟之内啊！我在0点52分给0点53分左右，我给大家讲的，说3分钟之内它要拉回来，否则的话今晚就不用看了。它真的就在3分钟之内就拉回到这个心理兜底区之上了所以这个兜底区算是给它勉强兜住了吧，所以后面又走了一小波又走了一小波。这个心理兜底区，你们日常做潜力区的时候，你会发现兜底区的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心灵点的这个多空均衡的这个点是非常好用的常常就是在这个位置就停住了你们常做潜力区的才知道不常做的以为我在这胡说八道呢常做的都知道。就一旦如果突破了心灵兜底区今晚的行情就很难再有什么好的反转了，很难再有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看一下。类似的破没破？没破吧？破了。
NIRO 没破，比特币一企稳，这些小币就开始了。但是你们的睡眠要牺牲了呀，这个走势可能3、4点要有爆发呀，你们就不能睡觉了。我看你们还是睡觉吧，睡觉吧，睡觉重要，别搞了。明天起床再看吧，明天起床再看啊。今天每天都翻倍，币种层出不穷，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天天翻倍。你们有人有问题在下面就问吧，或者是直接上麦都可以。我再待一会儿，待个10几。baby 跌没了，破了兜底去了就。一天更新了那个 BR， 有人现在已经跌下去了，算是结束了。但是前几天其实走的还不错。BR 没翻倍啊 ，BR 从0.15涨到0.59，差一点翻倍。所以昨天我的复盘里面 ，ORDI 是翻了2点几倍，ORDI 已经翻3倍了，ORDI 是3倍。ENG 涨了个2%，50%，ENG 涨了50%，BR 涨了70%还是80%，RIVE 涨了48倍。我看看今天的 time 都还在这酝酿呢，等看看 ORDI 吧。ORDI 这离到顶还远了，今晚估计要跑一晚上。谁到现在在这做？刚才读那个哥们儿，那个叫什么以太坊老张那个哥们儿，20倍做空 ORDI。哎呀，我估计他要睡不着觉了，绝对不能做空这种币种。大家记得我刚才读他的这个推的内容吗？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啊，我自己还转推了，我在我的推里面我还转了。它里面说的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他多年观察 ORDI，发现只有一个野庄，所以这成为他做空的理由。大家发现了吗？有意思在哪儿？如果说我在场外所观察到的这个监控到的这个纯净的向量啊，向上这个向量，如果说就是这个野庄的话，那这是恰恰是我做多的理由。但是对他而言，这是他做空的理由，所以同一个原因可以生出不同的结果，有意思吧？这明显要做多呀，这在干嘛？这币如果发出来的时候，它已经在顶点之上，是要等它回落才开单吗？你可以直接读一下前面的那个兜底区对冲的那部分内容啊，之前还有视频呢啊，你可以看看。那个是一种最简单的做法，复杂的话，尤其精确的在底建仓，在顶走，就是还是得按照升档。但是升档理论，我跟你们1、2句话一晚上绝对是讲不清楚的啊，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至少得15天的时间。所以就是目前我只能对内参的朋友们开放，就是因为他对时间的要求太高了，而且中间还尽量不要中断，中断的话，我觉得对学习的这个效果都会打折扣。所以这个时间上，如果你经常中断的话，都学不明白。这个确实是多年的积累，你才能明白。这个如果你对这个止盈的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能吃个大概的一个利润的话，那你就去看我前面我还有发视频呢，那个视频里面对冲的那个基本的做法，照那个做就可以，或者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信号做也可以，因为已经把这个秀探出来的非常纯净的向上的向量已经给你们筛出来了。而且都是从场外可以持续的对场内有一个助力啊，这种
已经帮你们，你什么方法论都不掌握，很多人就是有个人跟我讲，他去年就瞎买，没有开任何杠杆，就现货瞎买，赢的倍数都很可怕。哎呀，我说你这让那些人情。升档理论虽然我在那个理论上、方法论上我给你们讲不明白，但是就是一两句话，今晚我是讲不明白，但是具体的操作我可以给你们讲。就是今天晚上 ORDI 如果到了顶的位置，我能看到这个顶的位置，就是通过升档理论我能看到这个顶的位置，我会直接告诉你们这就是顶，我会直接告诉你们。你们之前那个听我 Space 的应该有记得，就是尤其比特币出现黑天鹅事件的时候，往往这种时候我都会开 Space，我直接现场给大家就是告诉大家这就是底，这就是底。然后你回过头来看几天之后，你会看的就是底，1分钟都不差，分钟都不差，1分钟都不差，就是一点点位都不差。这个就是因为升档理论它这个体系就在这个地方，你只能说到那个位置你就知道这就是顶，这就是底但是没有到你就是不行，不知道。你会发现，那个如果熟悉我整个星球体系的人，应该就是整个我们社区里面整个这个场外体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其实整套体系是内带了贝叶斯更新的。什么是贝叶斯更新？就是随着行情的变化，会再次容纳各方面的信息进入到你的新的判断里面，从而得出你的结论。你没有办法一开始它刚开始启动的你就知道它直接会翻3倍，我没有这个能耐，没有，也没有人有这个能耐。不可能预测的那么准确但是它真的到了这个行情的顶部，我肯定知道，这个是我能做到的。它真的到了这个行情的顶部，这就是顶了，在这个地方要走，这个我100%可以知道，而且可以走的非常的精确。所以今天晚上如果 ORDI 如果到了一个顶或者到了一个什么阶段性的底，我可以直接通过我的这个体系直接告诉你们，这也是开这个 space 能给你们起到一点作用。其他的话，方法体系我确实是讲不清楚，需要的这个理论准备工作。所以以后如果行情出现特别大的波动，尤其像去年像10月11号呀，或者什么这种黑天鹅事件极端的行情下，我如果当时在忙或者什么的话，你们可以直接在推上 call 我呀，或者在别的领域找我呀，都可以我可以现场给你们做一个判断跟预测，告诉你们什么是顶，什么是底。如果你们真的想去对那个特别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们。这个过去 Space 我已经做过很多期了，应该都大家都。你们对美股感兴趣吗？我可以跟你们聊一聊美股，尤其是今天美股所更新的2个标的，应该不少人感兴趣。SNDK 跟 MU，闪迪和美光，只要做美股的，不太可能有人没有听说过这2个标的。今天我是把他们的这个场外数据第一次更在了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然后可以对很多人会起到很大的用处。因为整个场外指数的体系的知识都是可复制、可迁移的你们在币圈的知识甚至可以指导你们买房，这就是它的这个可复制的性它的这个优势所在。你看到这个整个的房产已经处于进场期10个多月了，那么你肯定知道前面10个月前那是底。而且也相应的可以判断整个进场期的质量这个对大家的日常方方面面都是有影响的，包括对原油的判断。我自己倒没有真的这么操作，但是我听有个哥们儿有一天跟我讲说，他靠我这个靠原油的场外指数来指导的加油。我说这真的能知道吗？你一天才跑多少他说他一个电车一个油车，平时经常用电车，有的时候长途用油车，所以不是天天通勤用油车。这样他是不是不加仓？看着我场外指数来，我说你这是个人才。所以就是对这种可复制、可迁移的这种体系而言是真的可以给你形成知识复利的。你就可以把币圈已经非常熟悉的整个的场外指数的体系直接套用到美股上。举个例子我给大家分析一下，看一下 SNDK， 看 SNDK 还不行，真不太行。SNDK 场外指数12147，
进场期16天，爆破188。MU 美光场外指数987，进场期13天，爆破202，MU 还正处于爆破中。SNDK 前面已经爆破了好几轮了，现在处于阶段性的稍微小调一下。这两个标的都是存储相关的，都是存储相关的很重要的标的，然后也都是跟 AI 关系非常重大的两个美股。除了这两个之外，你们知道像韩国的海力士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标的。然后包括光通讯，光通讯板块跟存储板块是今年跟 AI 相关联外围的两个很重要的硬件载体，它们相关的很多币种，包括你们知道前面我把那个我们内参的美股的潜力区我给大家有发出来啊，里面就是像 HRTI 都已经涨多少倍了，对吧？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光通讯的一个指标，光通讯的一个美股。然后 SNDK 跟 MU 这就是存储，它们两个都属于在 AI 整个大的正反馈循环中的关键卡点。一旦一个硬件或者一个美股标的处于这种关键的一个新增赛道、新增概念里面的关键循环卡点里面，它就一定会暴涨，因为它的典型特征是由于它处于卡点，使得它的库存。只要刚一生产，几乎迅速就一扫光。刚一生产，迅速就一扫光啊！包括 MU 跟 SNDK，我记得前面有一个台股的一个朋友专门跟我讲，他们这个库存紧缩到什么样的情况，就已经早就是好像还不是零库存，是有一个必要的一个必须库存，但是这个必须库存也压缩到历史上最低啊，从来没有过的最低，就是相当于一有货马上就会被抢光，一有货马上就会被抢光，全部都被这个 AI 体系给预定走了。像那个光通讯其实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只是未来大家预测它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像存储这么大的热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 MUSNDK 啊，已经 SNDK 它的美股币甚至前段时间还出现在了我们的潜力区，大家有印象吗？潜力区我还更新过 SNDK。出现在潜力区，一个美股能出现在潜力区，你可以想象它能它能涨得有多夸张。美股呢都是多大的体量呀？出现在潜力区意味着它的向量纯净，其次意味着上涨的这个倍数会非常高啊。事实上，对美股的这种操作而言，由于它的回调非常的小，意味着我们的杠杆可以开得非常的大。那么事实上，在这样的状态下，你在 SNDK 它涨10%，其实相当于美股我们币圈里面经常涨50%甚至70%，赚的还要多。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向量纯净。所以向量纯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在我的体系里面很关注这个体系。我看到 Big 是吧？说 SNDK 吃了一波，非常好。因为美股你会发现，你按照画幅法来定的话，你可以把杠杆放的非常大啊。SNDK 你的杠杆可以放，应该可以开到最大吧？它的美股币的杠杆是多少倍？如果是我的话，我开到50、100倍我都不担心啊。这种标的我开到100倍一点都不担心。它实际上比比特币都要稳，比特币我都敢开100倍，SNDK 为什么不敢？再加上它回调很小，美股的回调很小，所以意味着你可以开很大很大的杠杆去做美股。那这个只有币圈能做到呀，你用期权你也做不到呀。期权里面你用各种合成多头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最多也就开到30倍、20倍就不错了。然后你不可能你不可能用虚值的 call 去做，除非你用相应的对冲的一些方法去做，那样的话比较麻烦，稍微比较麻烦。但是如果你用合成多头或者其他的方式去做美股的话，它的这个整个的倍数也有限呀。但是在币圈美股币里面，我们就可以直接上100倍，直接上100倍，而且很安全当然你得掌握方法，你乱开。SNDK 吃的倍数，你别看它涨幅没有翻倍，但吃的倍数一点不比前面这些山寨币少，一点都不少。因为它没有什么像样的回调就是涨，就是涨，直接把所有人只能持5000有，开的10倍1000有，币安不让开多了这是有可能的，这是有可能的。为什么？是因为这个
因为我刚才讲了嘛，美股里面做法也是相应的是合成多头。你们知道币圈里面的这个合约是怎么构建的？你们知道吗？你们如果学了这个期权的，学了整个期权理论啊，或者是你们在金融工程系读一个学位啊，你们都会知道啊，该怎么去用期权来构建期货。简单说就是用 risk reversal，然后来构建，最后来逼近上下沿，最后形成一个合成多头。然后这个合成多头最后会形成一个刚性的杠杆，然后刚性的杠杆相当于德尔塔为1，然后其他3个希腊字母维伽、伽马和西塔都为0。在这样的状态下形成的一个合成多头，它就会，呃，你可以直接把它平移到我们币圈来，平移到我们币圈来，然后在币圈里面把它包装成。我对这个币圈的工具有印象的话，应该记得几年前有出过叫什么3倍币、4倍币、5倍币这样的东西，记得吧？那个其实就是由合成多头所形成的。然后这个美股这个也一样啊，美股大家看到的美股币也是由那边的期权合成啊，然后把它包装起来，包装成金融洋人民放在币圈里面去做的，放在币圈里面去做的，所以本质上是一回事。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限制？原因就是因为在美股，币安自己肯定也是在那个盈透这样的平台里面直接去在那里面去合成，在那里面去合成多头。它在那里面合成多头的状态都是用平值期权去合成，但是平值期权对这个滑点要求会非常的高，它的买一跟卖一必须要足够的厚，如果不够厚，这个滑点就会让它变得整个损失变得不可接受，所以币安大概率会在这个整个的他自己的买卖中会有限制所以你们看到就是刚才这哥们儿有讲，BK 有讲，就是 SNDK 可能最多就是开5000U。对，事实上你们体量只要稍微大一点，整个币安账号都是要多开的。我自己币安账号10个打底，就是因为很多的山寨的小的币种，都很多的情况下都是对这个有限制因为滑点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很看好的话，你都可以多开包括学一下指纹技术，学一下各种东西直接多。达到的话就不用折腾了，先把一个账号给搞好，但是后面等体量上来之后，你想要去就是看好一个币种的话，那你可以去多开多开，因为这个它是有上限来锁你的流动性的。有的时候我在想，因为很多跟着我的朋友，他这体量都已经比较大了，所以之前今年有认识我的朋友，当时有记得一个币种，应该叫 First Blood，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很古早的朋友后面会听如果你听见了，如果你还记得这事儿，你可以私信我一下，我有意思，我是很愿意跟你聊聊的。2017年如果有人记得 First Blood 那个币的话，当时就是我自己还有身边几个人，我们当时就是开始实测升档体系跟场外体系来去做多跟止盈。结果就是因为这个币圈的体量太小了，流动性太少，所以就是当最后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位置，肯定就是已经到了相应的高位了，我们就可以走了结果就是形成了这种所谓的典型的反身性我可能我一共就我们7个人走，结果这个行情直接砸到底了First Blood 可能直接最后跌了多少倍我忘了反正是跌到地板了这个就是当年很经典的一件事儿，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个后来我再去跟大家一起聊这个币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有点纠结如果这个币种的这个流动性不够好的话，我就尽量不要给大家说顶，大家的体量已经完全足够把这个币直接砸到零了完全足够了。所以我们找一些大的币种，找一些大 ORDI 应该问题不大，流动性应该是够的。但是有一些小的币种，我们就谨慎一点，人家拉起来也不容易，拉起来也不容易大家就谨慎一点做。那纯净度不是上升幅度下降幅度的关系，不是不是这么回事。向量的纯净度不是你们在盘上看出来的，是我在这边通过场外体系实测出来的。这个就是大量的脏活我已经帮你们干完了，你们看到的只是后面的结果，就是杏林兜底区和一个放在潜力区的币种。这个真正的怎么判断整个向量的纯净度，是我在场外体系通过这个 meta 分析
和对各种数据包的这个权重的比较来给出来的结论。如果你之前了解整个场外指数体系的话，你应该知道就是跟场外指数的做法是一样的，跟场外指数做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我没有把它的整个场外指数给大家更出来，因为没有必要日更，没有必要日更，就给大家更新一天就行了，一般行情也就走个1-2天就走完了，所以就直接把兜底区给大家更出来，就是升档理论跟这个纯净度之间也不是一回事儿。这些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核心就是脏活我给你们干完了，就是把整个的该纯净度高，同时未来会有，就是在我所看到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最大可能未来会有行情的币种，以及最纯净的向量的币种给你们找出来就行了。你们后面你们可以自己去按照你们的方式去操作，这个就是看大家自己的选择。至于升档理论是在后面去直接去可以预判庄家的方向预判它的什么位置会建仓，预判的什么位置它会走在它之前知道它要干嘛。这个是必须有一个要求，就是主力只能是越少越好，而且是尽量纯净，这样我们才能让整个它的行为可预测、可预判。如果它的行为是有多个主体在这来回打架，那这个就会出现问题，就会不好弄。就会不好弄。当然，你看美股美股不会像币圈这样有这种这么纯净的庄美股常常有很多，但是美股有一个问题，就是美股的机构呀，常常按照同样的方式行事，尤其是从华尔街体系出来的一大圈的做市商，几乎都按照同样的行事逻辑在走，所以这个美股也可以非常非常完美的嵌套到升档理论里面。实际上，升档理论就是为华尔街的这套拉盘的操作来量身定制的所以这个。我直接放在潜力区里面，就已经直接把这个纯净度的问题已经帮你们筛完了就后面这个只是今天提一嘴，并不需要你们去判断。的谢林兜底区吗？现在上麦或者在下面打字问，我在等。然后再聊聊美股币美股币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就是美股里面它是有这个停盘的，但是我们币圈里面是24小时一直在交易的。所以相当于币圈在它不交易的时候，相当于成为了它更广义的盘前股，更广义的盘前交易。但是这样往往就会形成一个状态，就是一旦开盘之后，一定会有一个极大的波动，会先追上它现在的现价，会追上它现在的现价。那么这个会产生一个效果，后果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给大家更新这种美股币，如果在潜力区或者是它的场外指数的时候，有时候有点尴尬。尴尬就尴尬在，就是它的这个价格的随着开完之后的快速的这个波动，很多点，尤其是限定兜底区会有误差，会有偏差，它会快速的形成一个新的平衡，这个点的话就会出现一些瑕疵吧。我后面想一想该怎么弄。最多吃的倍数是啥？挺好奇的。那就太多了，13年的白皮书随便一个拿出来都是100倍是至少打底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年财富效应那么夸张。当年在厦门应该知道，厦门有个软件园，软件园里面有个艾特咖啡。我在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在那里面带着一群做这个，我是带着我们大学的那个电商社团，最早开始研究这个数字货币。然后电商社团后来又联系了这个艾特咖啡，然后又搞了软件园里面一帮搞技术的，还有搞投资的，最后就围成了一个小小的圆桌会，20来个人。我们当时宝二爷在这个北京搞车库咖啡我们就在厦门搞这么小小的这么一个，在这么地方搞一个小沙龙嘛。所以后来当年币圈早期那些人来厦门的时候，我还给他们在学校里面开位置他们因为我学校也是他们宣传的一个重镇他们在里面搞了很多活动，给他们申请地吧，给他们搞东西都有一起在联合来做一些东西，挺有意思的。当年非常的有理想主义，当年真心的是对这些技术性是非常的有兴奋感现在我的这种兴奋感已经转移到我自己的这个医学领域了因为我自己是在做这个医疗生物科技领域的创业，然后科技的上的兴趣主要转移在这上面在币圈只剩下了投资
只剩下了盈亏的倍数啊，以及在投资上的精进啊，在这个我觉得也是整个区块链的一个走向吧啊。你像上一轮小小的牛市，TIA 没走出来，我觉得挺遗憾的。分片技术没有走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那就可以说技术上就没有任何亮点，所以这个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儿。当年就是从那个各种刷这种白皮书开始的，最早拿的一个最高倍数的应该就是 XCP 叫合约币，应该是合约币。我想想，你们今天所看到的以太坊的所有的功能，在十几年前的 XCP 上全部都能实现，但知道这个币种的人很少啊。那个是一开始拿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后面就是物流币啊，IOTA 还是 IOTX 我都忘记了，时间太久了，那个可能拿了得有，那个的倍数应该得有3个零，2000多倍，它实际上涨了得有上万倍，但是我没有吃全啊，吃了2000多倍。IOTA 应该是物流币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个就已经接近于17年了，17年之前还有大量的小币，但都不是重仓，每个的几乎都是10倍、20倍、100倍的层出不穷，只要你会抓，在那个 Bitcoin Talk 里面随便到处都是这种币种。现在这个论坛都快死了，没有人在上面了。当年这个论坛为什么会火？因为那个中本聪在上面发过帖，中本聪在网络上的最后的遗迹就是在那里面所以大家为了瞻仰他，都去那里面去讨论币圈的一切，然后发白皮书也都在那里面发，所以当年那里面的这个财富效应非常强。你们知道卖矿机那个神鱼也是从那里面做起家的，就是在 Bitcoin Talk 里面发帖发火的。早期谁认他的技术呀？他做矿机没有人知道他，当时买比特币都在淘宝上买。然后他就做了矿机之后，然后他就在那上面发帖他那个帖挺著名的盖的楼数也非常的高大家当时挖矿挖比特币的知道有一个人专门搞出来这么蚂蚁矿机，专门搞出来，专门为了币圈优化出来的这么一套硬件是非常兴奋的，非常兴奋的，所以他做了多少大家就抢多少硬生生把这个神鱼给捧起来了，他就是在那上面火起来当年只要你稍微懂点英语那上面就是巨大的财富效应。但是很多人，当时我在那个厦门给大家聊这个找上面项目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那个时候把钱汇到海外去买这些东西还比较麻烦，还用了费了很多周章不像现在这么简单。很多当时在厦门搞定的人就直接在香港远程操作，然后去买入卖出，买入卖出。然后当时中国国内的交易所还有一个叫什么比特币中国的，现在都跑路了那个时候火币还是那个谁做的，还不是李林，是李林之前那个姓杜的，那都是很早期的事儿了这都是古早往事了。包括最早期的那个做比特币期货的100倍杠杆就是他搞出来的从那之后币圈跟合约紧紧的结合到一起，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就是那个796的朱荣，他发明的。他之前好像是做油卡币的，他把那一套好像CZ 也是做油卡币的，所以这帮人都是从都是从这种诈骗币起家的嘛然后最后就把这种高倍数的交易无缝的衔接到了币圈里面。我不能说有什么好处跟坏处吧，但至少目前来说，我是看到了对美股币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什么对美股币有巨大推动作用？以前如果说它确实收割了很多人的话，但至少现在我确实知道它会起到巨大的正向作用。原因就是因为，期权这边也需要，大家知道很多策略是用期权来兜底期货的，就是你在期货或者合约这边开了一个很大的仓位，然后你为了要去封闭期货这边的敞口，你可以用期权这边的零口策略，或者用期权这边的负向合成多头策略，然后把那边的整个仓位给锁定。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其实非常多的期权也需要用期货来对冲，但是这样的对冲就会很麻烦，需要技巧，也需要整个方法论体系。而之前连这样像样的硬件跟能力都没有，因为美股券商跟港股券商的合约，美股的合约做的非常的简陋，
几乎就可以说没有，跟币圈相比根本就不能用，没法用啊。但是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币安 OK 都上线了，你直接可以用你在潜力区或者是你在币圈积累的大量的强大的工具，直接就对应到美股上，直接去操作。你想想这个是多么大的红利！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期权里面是有大量的策略可以做到，就是这个策略本身在构建的一开始就可以做到，它的亏损有限，盈利无限。但是这个亏损有限，如果你再配合用期货这边来把它敞口给封闭，意味着你甚至都可以零亏损光赚钱，零亏损光赚钱。你想想这是多么大的红利！所以这个，如果说合约前面全都是造孽的话，但至少从现在上美股币开始，跟美股那边的期权相配合，它会诞生出很大的财富效应。但是这个学习曲线非常陡峭啊，你自己尤其是从科班去学，一板一眼的去找网上的教程学，我觉得很难学成啊，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为了实战所准备的啊。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就是从我的这个推特的前面的部分啊，你可以从那个地方打基础啊，后面有什么问题可以再问我啊，这样可能你走的会更好一点啊。如果直接的从科班里面去学的话，我就说一点，你们就知道这个教材有多荒谬。比如说你们以金融工程系的教材开始学这个金融衍生品，从期权开始学，你们会学到一个典型，我就说最基础的，他们会怎样定义 call，怎样定义 put，怎样定义卖 call 跟你的 call 会说亏损无限，收益有限，或者收益有限，亏损无限。他们在定义买方跟卖方的时候会这样去定义。你实际真正操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课本上讲的正好是反着的，正好是反着的。而这样的地方还有非常多，这样的地方还有非常多。原因是什么？它是直接从原始定义出发，因为期权的原始定义是我提前买了一张权证，然后约定在未来某个时间到了那个到期日，你必须把这个货用这个行权价的价格卖给我。它以这样的方式，就是从它的原本定义出发来去判断这张 call 或者这张 put 它的收益和损失。但实际上我们真实操作中，谁去等着你那个行权价行权的那个时期去真的把那个货交到我手里？谁去这么操作呀？没有任何人这么操作，都是在中间就把这个仓位给平了。所以恰恰 call 的损失是无限的，call 的损失是无限的，因为无限损失意味着你可以把本金都失去，你的 C 它可以不停的侵蚀你的本金。但是课本上会怎么教你？金融工程学的课本会就告诉你，call 的亏损是有限的，收益是无限的。实际上恰好相反，它的亏损才是无限的，收益是有限的。所以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卖方也是一样，正好跟真实的定义是反着的。而后面的，如果你真的开始做各种各样的组合的话，你从课本中了解的越多，你会越难做，因为全是毒奶，光解读就要解半天，就很麻烦。在已经预知了我们做一张期权本来就是为了提前在中间，我们做期权不是为了到最后把这个货拿到手，我们是为了赚这个期权本身的差价，本身期权涨了，我们在中间涨了，把这个利润吃到就行了。我们只看利润本身，不看这个期权最后是否把这个货交到我们手里，按照这个权证原来的定义，我们不看那个东西。你按照那个定义啊，确实期权课本上讲的是对的，但是我们实际操作谁那么操作呀？所以按照那套理论所学的整个的架构，从底子里面就会出问题、出偏差，导致你后面做很多的组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该大胆的时候你畏首畏尾，你该小心的时候你胆儿可大了，因为你整个的这个风险的认知都是反着的。他后面介绍的一系列的策略、一系列的方式都是反着的，跟现实正好相反。我不知道这个，哎呀，我觉得这个编教材的这真是脑子抽了，为什么要这么编？我大学的时候是双学位啊，我当时在我们学校的那个经济系就有专门修这个，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问题挺大的啊，因为真实操作不可能是这么个搞法啊，所以这真的是我自己先自我解读就解读了半天，但当时我也没地方用啊，我当时没有做美股啊，最多就是做一个兴趣研究啊，但是后来等到我自己真的在期权上开窍，就回过头来看金融工程学这门课，问题太大了。我觉得有机会我都可以自己编一份教材，绝对编的比他要好得多。我编的教材不会，
一定不会这样去介绍4个基本策略他们的这个风险跟盈利的基础，因为这个直接会把人的这个对风险的认知搞乱掉。这个如果错了，后面都是错的。而且会把这个4个希腊字母的组合和他们的定义，前面第1节课先讲一点，然后后面要放在最后一节课，跟那个什么，跟多头之间组合起来之后如何去调参那部分之后再把4个希腊字母在那部分再上，中间这部分全都是上几何学，不上代数学。所谓代数学就是专门教4个希腊字母的排列组合，这个的话就是前面讲一个大概框架，然后后面就放在最后一门课就好了。中间的这部分全部都是几何学，也就是所谓的去构建盈亏图线的体系。你先要在脑子里面形成一个盈亏图，然后这个盈亏图如何来排列组合、拆腿、建腿这个是在中间的课程可以去教的，然后后面再开始教调参。你看到现在这个课本教的这个一塌糊涂如果你去考 CFA 或者考什么 CPA 类似的，可能涉及到这类的一些知识，你会发现都问题挺大的，都不是贴近于实战。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在，尤其是关于币圈的期权，那就更是了解的人少之又少币圈期权，2年前我就不停的在给大家科普币圈的期权的单独做法那币圈期权呢，就有意思的地方就更多了，它完全就是跟美股期权有不一样的逻辑，有不一样的，连结算方式都是不一样的。美股这边卖 put，结算会怎么结算？如果真的击穿了这个卖 put 的这个仓位比如说段永平，大家都知道他用卖 put 来构建这个泡泡玛特的仓位这几天上了新闻他在美股，他在嘉信里面建仓的。嘉信里面，如果说你卖 put，然后最后成功触到了这个卖 put 这条腿的结算，它会直接以现货的方式买给你，你就直接触发了买入，直接触发了买入。段永平好像是那个仓位算错了是吧？一手是100股，他算错了，好像是，大概是这么个事儿我没细看。但是你们知道币圈是怎样的吗？币圈不是这么结算的，币圈的结算方式不是你把这个现货买回来，币圈的结算方式是直接把你当时的现货的标的的价格与你当时行权价格之间的差价，如果是赚的，就把你加上这个利润；如果是亏的，就把这个亏损直接从你的本金里面扣除，是这样结算的。这样的结算会有非常大的优势，在币圈做期权会有非常大的优势。你可以用很多的策略用到这一点，你可以排列组合出很多新的做法所以这个跟美股这边完全不一样你可以说是美式期权或者欧式期权的区别，但是其实单纯的是美欧之间还不足以覆盖掉2方面之间的这个差别仍然还有一些差距包括币圈里面之前你们知道就是甚至就在2个月之前，币圈的比特币还不能做卖方，个人不能做卖方，你只能按照机构注册公司去申请现在所有的散户都可以做卖方做裸卖。但是在美股很多的平台里面是不能裸卖的，你必须有现金现金或者现货在这抵着，你才能去做卖方。但是在币圈是可以直接做裸卖的，然后裸卖之后呢，就是这1-2个月才刚刚更新的，所以这对大家又是一个很大的利好。然后在做裸卖之前，大家知道币圈里面有一个工具叫双币理财，双币理财本质上就是用卖 call 跟卖 put 所构建起来的策略。但是是按照美股那样的结算方式，也就意味着，如果它击穿了卖 put 这条腿的话，它直接以现货抵给你。所以为什么叫现货双币理财？就是用 USDT 跟比特币之间进行双币理财。也就是说，价格如果假设现在比特币是7万如果价格跌破了，你在67000这个地方卖 put，如果价格跌破了67000，然后你这个卖 put 就会被触发，卖 put 被触发之后，直接就会用67000的现价直接买成比特币。你就会从一手的 USDT 变成了一手的比特币。那如果你真实的，如果是这个时候跌到了65000，你也得按照67000这个行权价来买入。所以中间这个2000的亏损，在正常的币圈里面的期权的话，会直接以这个2000的亏损直接扣到你的本金里面。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在这个双币理财或者在美股里面就不一样，它是直接按照现货来买给你这里面你就看到这个差别有多大了。所以就是各种策略包括他们的风险跟他们的盈利之间该怎么去认识，可以说教材跟真实的操作之间都是反着的。所以如果你没学还好，我学了的话都得光解读就得解半天如果你恰好对期权感兴趣，我非常建议你直接找我的推里面的最前面部分关于期权的所有的内容都可以看一遍对你会有很多的好处。
哪怕你后面不用。PNGU 为什么没选进去潜力区 ？PNGU 为什么没进潜力区？它为什么要进潜力区？PNGU 小企鹅吗？一般没有什么限零点向上对撞的动能观察到。你想做的话，你可以自己做做，但这个不构成放进潜力区的。大家可以看到，正好就在心灵兜底区这个地方在这博弈呢。为什么叫兜底区？大家可以非常形象的看到 ORDI 现在在这个位置，就是8.5，看到了吗？在这多空在这看别的，有点困了，感觉有点睁不开眼了。这样吧，今天就这样吧，明天有空咱们再说。聊的也不少了，大家晚安吧。说明天我再把复盘的内容，人都睡着了，快晚安吧，大家睡觉吧，快了。